Bonashire Caves 位于安省东部渥太华山谷地区，离多伦多车程4.5小时。1855年，一位测量员惊讶此处的水消失在河岸，从而发现了这个洞穴。直至1955年，退役的2战王牌飞行员 Tom Woodward 首次进行探索。不久，他买下洞穴并向公众开放，从此揭开了他神秘的面纱。保存完好的海洋生物化石显示，5亿年前的奥陶纪时期，这片陆地原是热带海洋，留下了丰富的海百合、腕足类、头足类、佛足类等化石。海百合部分化石、腕足类化石、头足类化石长度可达20尺，形状像火箭，只有速度飞快，转弯迟缓。皱褶珊瑚化石，发现者原以为是某种海草化石，但经鉴定是痕迹化石。这些生物生活在鱼类进化之前，远远早于恐龙时代。进洞前，导游详细地介绍化石的知识，并展示了许多珍贵的样本。导游手中拿着的这2块化石合二为一，是类似蜗牛的浮足类化石。这2块化石原本是一块石头，被人无意中拿来敲打，裂开成完好的母子片，让人连连称奇，堪称镇洞之宝。这也是浮足类化石。洞穴大约在1万年前的最后一个冰河时期形成。每年5至10月，用4台强大的水泵不断地把流过洞穴的水抽走，对外开放，展现出由水创造的相互交织的庞大洞穴网络，相当怪异迷人。强大的水流将石灰岩墙溶解成光滑扇形，雕刻出水平条纹，原图有生物化石、流石、钟乳石、石笋等地质奇观，在灯光的照射下相当梦幻。导游在整个旅程中风趣幽默地分享洞穴发现的故事和知识。头足类动物化石现场，尤其介绍了洞穴探索者 Tom 当年孤身一人，用一条绳索从天坑进入黑暗洞穴探索的惊险经历。这条狭窄回路的小隧道，导游让大家去体验，在没有步道、黑暗的原始地下河道中是什么感觉呢？大家跃跃欲试。到了黑暗处，我不自觉地拿出了电筒。灯光之下，好像进入了时光隧道。Tom 一开始只带了手电筒进入洞穴，遇到水深处返回，再次进入时加了一艘橡皮艇和从朋友处借来的相机。后来遇到了激流漩涡，在只能保留手中一样物品的情况下，由于不想丢失朋友的相机，他果断舍弃电筒，眼前顿时漆黑一片，只好用手沿着墙壁慢慢地走了走，在一个有地下河的寒冷黑暗的未知洞穴里。需要多大的胆量啊！9月下旬，可以观察到早期冬眠的蝙蝠。7月的今天，突然来了一位魔术之客，竟把导游吓了一跳。And then the other hand he had his best friend when he exited, but he doesn't know how long.
walls at all, and they're still standing exactly how they were formed. Just to preserve the walls and keep it nice in here for the bath, we turn the pumps off every Thanksgiving long weekend. That's our last weekend for tours. We turn the pumps off and let the water fill up to its natural level, which gets up to that light right up there. Some of you may not be able to see. So all this is filled. We're thinking that possibly the rocks might fall, so just make sure that you don't. I'm just joking. The stick doesn't actually do anything. So the minerals fall with them, and then it lands down here, and as the water slides off, the minerals get left behind. So over time, these guys are going to grow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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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up. 出口，出口往左，寻找 Tom 当时进入洞穴的入口。发现洞的人都勇敢，从这里跳下去，去探索。不远处，公路的对面是 Horseshoe Fall， 时间充裕，可以沿着河岸继续探索，或坐在岩石上欣赏瀑布。这是化石，也可以在岩石上寻找发现化石。这里就是，这都是，哦，这都是。哦。You probably stepped on them.